我是艾生，我们的频道正式突破10万订阅了，这个对于我来说真的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里程碑。首先，我想对屏幕前的每一位朋友都要认真说一声谢谢，要谢谢你们的陪伴、支持、鼓励，甚至也包括批评，是你们让艾生这个频道有了今天。在这样一个非常值得庆祝的时刻，我也想借着做这个 Q&A 的机会，好好的回顾总结一下，非常系统的跟大家聊一聊我的一些方法论思维的框架，我们也展望一下频道的未来。我考虑过直播，但是因为方法论这些东西聊起来比较系统、比较抽象，所以还是用一期更加精心准备的视频，把我自己的想法表达清楚比较重要。这期视频内容略长，我会先把和频道与个人相关的这个部分放在前半部分，比较枯燥乏味的这些思想工具箱跟政治上的一些东西我会放在最后。那废话不多说，我们现在马上开始。那第一部分是关于我的职业或者教育背景、人生经历的。那很多朋友对于我之前的这个工作跟教育的背景挺好奇的，说我有金融背景IT 背景甚至有很强的商业背景。我不得不说大家的眼光真的挺毒辣的。那这样一部分内容其实上一期 Q&A 我讲过了，然后推特跟油管的bio 这部分其实也有简单的介绍。今天我稍微展开讲多一点点，满足大家的好奇心。讲多了估计大家就能够猜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已经有同事或者朋友认出我来了麻烦你给我私信就好了，拜托在公共场合为艾生保留一点个人的隐私，在这个地方先谢谢你。那我之前是在一家国内的教育科技的独角兽公司的 CEO 办公室工作，那作为公司创始人的贴身核心幕僚，我的日常工作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要做大量的分析跟研判，给老板的决策提供参考。但是回想起来，其实这部分工作内容跟我现在做 YouTuber 干的事情差不太多，只不过现在屏幕前的各位变成了我的老板。这位 CEO 跟公司的创始人，他其实是中国新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玩家过去的那段时间有机会见证了从初创公司到成为独角兽企业的这个全过程，也亲眼目睹了原本只有高中学历、只有街头智慧的他，在这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洪流当中是如何急速成长成为世界顶流的全过程，也见识了顶流的朋友圈。那有些东西现在不太好说太多细节，我期待有那么一天这个频道做得足够大，影响力也足够以后我可以有机会邀请他来做一个深度的对话与访谈节目，来聊一聊他的故事。那也有人问到我的人生经历有没有经历过人生的低谷跟挫折时期，应该如何应对，如何走出这个困境。其实2周以前有一位年轻的朋友，他给我写了一封长达3万多字的长篇的电邮，倾诉了他的这个困境跟纠结。我在回复他的时候说到，我也能够理解，说实话这个不是一句简单的客套或者是空话，因为上次 Q&A 我也曾经说起过，我这一路的 ups and downs， 一路的磨练跟见闻，其实这2句话是有感而发。巅峰时期的我，如果那个时候和您在机场偶遇的话，大概率您应该不会喜欢那个时候的艾生。但是命运让我经历过一些非常痛苦的变故，所以现在您看到的屏幕上的这个艾生，已经是那个破茧重生之后的艾生。正是因为过去经历过很多痛苦跟磨难，让我有机会真正沉淀下来，给了我看待人生跟世界的完全不同的视角。我想任何一段人生路都不会白走，都塑造了今天的艾生。那如果有朋友您刚好恰好身处逆境的时候，您不妨把这个磨练当作是成长的机会。要问我怎么样走出这个困境的话，我想分享几点或许对某一些朋友有帮助。那首先第一个，我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通过写日记跟自己对话，撕开自己的伤口，来进行最诚实的自我疗愈。你首先必须要能够治愈你自己，那不管这个伤痛是来自于原生家庭或者是任何其他原因，
你要先治愈好你自己，才能够重新上路，重新出发。再一个，别轻易放弃。那最艰难的时候，其实我也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你得不断的去试错，你要有勇气去尝试各种可能性。正所谓自助者天助之，意识就是你要首先自己滋嫩起来。说实话，几个月以前真的没有几个人会看好我能够把这个油管频道做起来，毕竟我的普通话不够好，这个缺点其实挺明显的。但人也真的是一种很奇怪的动物，哪怕只有1-2个人真心看好你，相信你，都会给你莫大的勇气，独自面对整个世界。所以你要去找一个精神上的慰藉给你支撑。那最后一点，我觉得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随时更新自己的认知很重要。那这个世界变化非常快，但与此同时也充满了各种机会，不要被过去的思维定式束缚住，你就会有机会重新找到人生新的方向。那接下来是关于一些频道的动机啊、成长跟运营方面的问题。当初为什么想要做 YouTuber？ 最初其实是因为我发现墙外自媒体普遍都是立场优先，而所谓的一些大 V 他们的素质普遍都比较低。举个例子吴建明他曾经评价过邓文迪，说实话他那个非常猥琐的描述着实让我感觉不适。八卦的一些传闻我不做评价但邓文迪本人其实个子很高很苗条，是非常有个人魅力也非常有气场的，当时给我的第一印象非常深刻。海外他有一个通病，就是因为痛恨老共，所以任何与土共哪怕只是沾上一点边的东西都会被唾弃，都没有办法正确的对待。那为了反共甚至不惜造谣，但其实这种搞法把他们自己搞得非常 low。 而相对好一点的这些中文 YouTuber 当中，保守派的声音非常微弱，几乎听不到。那这个也让我有了想把自己的频道做起来的一个急迫感跟责任感。那我想如果能够不被左右立场局限，能够提供一个基于事实的有逻辑的比较深刻的一个分析视角的话，对于墙内外的观众都是有价值的。而另外一点，关于为什么会想做 YouTuber 的原因，其实是源于一种非常朴素的正义感。我的这个频道第一波流量是来自于最早期批评 AK 他辱骂台湾人，那后来看到王志安被轮媒以及被绿媒围剿的时候，那个时候忍不住站出来说了几句。虽然那个时候的确人微言轻，但我觉得有自己的社会责任。这个问题从0到10万订阅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其实从0到1这部分是最难的，因为整个过程非常孤独，没有人可以分享，全要靠自己来摸索。比如说光是研究怎么样曝光，我就折腾了很久。但是频道开始有流量之后最大的困难是避免被过去的成功题材或者是被流量绑架。我的第一批粉丝来自于台湾，刻意迎合台湾观众的口味肯定能够做起来，但是我其实看过这种赛道的一些 YouTuber， 他们有些人真的是这种做法让人叹为观止，我自问我自己做不到。后来频道来了很多王局的粉丝，只要你的视频聊王局，那基本上期期都会火。有人建议我干脆做王局的副频道算了。等到我用数据分析做油管排行榜的视频火了以后又有人建议不如你专门做油管生态圈的分析好了。但是我个人其实是不希望被任何过去的标签束缚这个不管是数据也好，人脸识别、表情分析，所有这些东西其实都只是工具而已。而且说好了，我们是想去探索这个世界的所以真正找到做油管视频的感觉，其实是从7月1号发布了两岸身份解构3部曲开始。那从此以后算是渐入佳境，1个半月到了5万，再过2个月横跨10万，算是走上了正轨。说到底我觉得还是要不断的去试错，勇于尝试。那过去一段时间我的确是瞎折腾了很久，在这个地方也要感谢大家对于我的宽容。下一个问题是关于光速涨粉以及内容策略的。有朋友问艾森，你实话告诉我有没有买粉？几个礼拜以前看你才5万粉，最近涨得也太夸张了吧。其实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说实话本来我还想
低调一点啊，避免公开谈论这些东西。那这样一道送分题给了我一个凡尔赛的机会。那如果我们复盘一下，就会发现这个频道的增长曲线有2个非常明显、非常陡峭的点。第一个爆发点是释永信系列，这个直接把我送过了5万订阅的门槛，而第二个就是最近的稀土系列，它直接把我推上了10万订阅的台阶。这2个系列都是流量跟口碑的双丰收，很多朋友给我的评价非常高，说是扛鼎力作，几近完美。那算起来，艾森从现在开始也算是有自己代表作品的人了。但是这个成功与此同时也会让我去思考为什么会成功，然后我就发现可能在无意当中我独创了属于自己的油管视频的风格。最爱的一部美剧叫做《权力的游戏》，那这个剧集呢有一个非常核心的叙事的特色，就是它会不断的切换不同主角的第一人称的视角，比如说从史塔克的视角切换到龙妈，然后再切换到小恶魔，每一个人他的视角看到的世界都是片面的，但是当你把所有人的视角拼在一块的时候，一个宏大的立体的但是也更复杂的世界它就自然而然的浮现出来了。我的过去的那些系列视频其实就是在借鉴这样一种多视角的叙事风格。下一个问题，你是怎么样挑选这些爆款主题的？那我想一个最理想的选题是热度、个人兴趣跟充足的分析材料，这3者的一个完美交集。当这3者汇聚的时候，就是我个人创作欲最爆棚的时候，那个时候感觉就好像小宇宙在熊熊燃烧，然后大脑在高速运转，就算你躺在床上你也睡不着。释永信系列跟稀土的系列都是在这样一种非常亢奋的状态底下连轴转完成的。有一些选题并非热点，我也会做，因为觉得自己有一份社会责任在，但是一个做不大的频道影响力有限，空谈社会责任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要多做一些有影响力的内容，这个是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前提。下一个问题，艾森，你的视频信息量巨大，分析又很深入，功课做得非常彻底，你平时从哪些渠道获取信息？这个问题一个非常简单的回答就是，这个要靠长期的积累。我平时呢会阅读各大英文主流媒体，比如说经济学人华尔街日报等等。还有一个重要的灵感来源是红迪社区，我发现影视飓风的 Tim 也跟我一样，他非常喜欢从那个地方找灵感。大家看到我好像很短的时间就能够发布信息量极大的视频，没有团队肯定办不到，其实不然。真正的原因在于有很多视频它其实浓缩了我长时间的这个观察、思考跟素材的积累。举个例子吧，古墓派公知不懂美国，那这个视频它其实浓缩了我将近1年的观察跟思考，里面的每一张图表、每一个 slide 其实都值得单独拎出来做一期视频。而最近的稀土系列跟再论窗口期里面用了大量的图表跟素材，看起来好像是信手拈来，其实这些话题我在推特上面已经连续追踪、连续发推很久了。这里也顺便给我的推特账号打一个广告。而有一些内容它不是书本知识， AI 都未必知道，但如果混过外企跟大厂，对他们来说就是常识。比如说我是全网第一个帮助博呱呱的 X 账号验明正身的。有另外一些内容，如果你没有职业的背景或者是产业的经验，靠 AI 是写不出来的。比如说湖畔青藤30月这个中国新经济的3部曲，这个就是全网独家。那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么高的产出更新这么快，是不是有团队支持？那其实上期 Q&A 我聊过，目前我在实践的是 AI 加持底下的艺人公司的理念。所以你问我艾森有团队吗？简单的回答是有，但是这个是根据自己摸索出来的已经成型的验证过的工作流程，配置不同的 AI 模型和自动化的工具，让不同的 AI 各司其职，组建一个为你工作的团队。这个就是我理解的 AI 时代的团队。但是人人都有 AI， 只有 AI 当然不够。AI 是工具，它可以做爬虫帮你收集资料，但是你的知识体系、分析框架、观点判断跟最终的呈现都是要靠自己的。
你要有能力提供非常独特的人生阅历跟专业的知识供 AI 来参考，来做上下文。AI 的智力水平现在大致相当于一个博士毕业生，但假设现在就有一位博士为您工作，您能指导他的工作吗？如果你没有的话， AI 是帮不了你， AI 它只能够放大你的优点，为你赋能。人机协作、共创迭代是这个社会演进的必然方向，但 AI 越强大，越要拼的是人的审美、见识、格局跟独特的知识体系。在 AI 时代，这个是我们唯一的护城河。而高频更新对于我来说非常有必要，因为它能够让我多试错，保持镜头感，维持对于时事的敏感度，并且能够不断的发现新的创作灵感。下一个问题，那么您对于中国大陆的信息有没有体制类的来源？我在大陆某一些系统的确有非常高阶的信息来源，但并没有因为做这个油管的节目而动用过这些私人的关系，甚至也并没有怎么告诉亲友我在做 YouTuber。做油管节目到目前为止，我似乎没有必要动用这些资源。但问到这个问题呢，又给了我再一个凡尔赛的机会。有一期全网最早独家论断的大热视频，我完全是基于公开信息，依靠开源情报分析做出了自己的判断。但是呢，从体制内某信源那边得到的反馈已经侧面印证我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对方对于我能够全网第一时间做出如此准确的论断是非常震惊的。那这个事儿，这个反馈给了我巨大的信心，让我坚信逻辑严谨、方法得当的话，即便只是依靠公开信息做分析，同样是有意义的。那接下来是关于油管生态的观察。有人问到，做这种时事类的视频很容易被黄标，您会担心吗？有人把您跟王菊做比较，您怎么看？其实黄标这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举个例子，那样一期从同胞到支那的视频，先是被强行添加了观众的年龄限制，在我申诉成功之后，又被强行添加了部分地区的盈利限制，而且你再次申诉的时候，申诉无效。很多人包括馆长，我看到他们都抱怨说油管会限流。放在以前，其实我是半信半疑，但是现在我发现，或许如果你这个频道不讨喜的话，的确可能会是一个问题。包括本次已经过了10万订阅，那时间也早就已经过去48小时，但是我尝试去申请油管银牌的时候，系统还是告诉我说我不符合条件。那或许我是想多了哈，但是最坏的结果也是创作者需要去面对的客观现实。那我想我只能够尽力的规避这些风险，但是如果真的有一天这个频道没办法继续的话，我也只能够转战其他平台。那有些题材说实话我是真的没办法去碰，也希望大家能够谅解。我最近看到一些评论也经常会把我跟王菊放在一块儿比较说真的，这个属于太抬举我了，因为我没有受过什么专业的新闻训练，现在这个地缘政治跟商业分析的赛道也是边干边学，距离王菊财经这些专业人士这个差距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根本没办法相提并论。但是我可以尝试从市场定位上来简单的看一看我跟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什么地方。王菊的视频呢，它更像是 85% 的新闻呈现，加上 15% 的点评跟分析，它的叙事能力特别强，观看的门槛低，看它的视频你也不会累。但是我的视频呢，大概只有 15% 的篇幅简单做一个事实的描述，然后有 85% 的时间是基于事实的这个分析跟逻辑的推演。其实我个人并不擅长讲故事，所以我只能够说力争每期视频都能够有新的发现点，不水视频来浪费大家的时间。我力争通过分析让大家有收获，能够学到新东西。那如果说财经老师他不追热度，他做的是电影纪录片级别的这种深度的新闻调查，而王菊他做的是高品质的每日新闻的解读，那么我做的是希望填补他两个人中间的这个市场的空白。我给自己的定位是紧跟热点，高频次发布次优的小精品。那下一个问题就是，之前李碧事件，你和王路飞一起都上了王菊的这个直播节目，然后讨论过新人要不要扶持的问题。那现在你自己已经突飞猛进了，但你依然还觉得新人需要扶持吗？
其实我个人的看法一直没有怎么变过，甚至哪怕到现在反而也更加坚定了。我的确相信自己的潜力，但是今天能够跑出来很大程度上也是靠运气。所以其实我个人非常能够体会到新人的不容易，因为我个人就曾经有过无数次想要放弃的念头。在最黑暗的阶段，全世界没有几个人看好你的时候，如果有前辈点拨一下，分享一点经验，比如说怎么样处理黄标，甚至哪怕只是鼓励一句话，我想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结局都会完全不同。海外中文互联网是时候迎来一次新老交替了。我这里说的新和老跟年龄无关，是因为我见过充满腐臭味的年轻人做的油管频道。这个吐故纳新，它是内容模式跟思维方式的迭代，我们需要更多元、更深度、更有建设性的不同的声音。下面我回答一些技术层面的问题，满足一下设备党的好奇心。那第一个是关于这个麦克风的，我现在用的是 Blue Yeti 的这个大雪怪，这是一款非常经典的电容麦克风。而第二个问题是相机对焦的问题，那这个真的是我的痛点。大家会留意到有时候我的面部是有一点模糊不清，因为我现在用的这个索尼的相机啊，如果搭配自动对焦的镜头，它的这个焦点总是会集中在我面前的这个麦克风，看不清我的脸。迫不得已呢，更换了一个国产的手动对焦的镜头，叫做夜神之眼。这个镜头光圈很大，景深非常的薄，所以如果我的身体稍微前后动一下，非常容易失焦，会导致我的脸看起来特别的模糊。我正在考虑在黑五的时候要不要下血本升级一下相机来解决这个对焦的问题。那至于说用到的一些工具软件，我录屏现在用到的是 Camtasia 跟 Screen Studio， 而视频剪辑用的是剪映。等到黑五特价的时候，我打算入手达芬奇。有朋友建议我优化这个视频的封面，这个问题上次 Q&A 的时候已经解释过了哈。简单来说就是未来会考虑迭代优化。那接下来聊一些更轻松的话题，首先是关于我个人形象管理的问题。我发现大家现在对于我外形的关心程度已经到了事无巨细的地步。那之前有朋友要管我的发型，那最近有人要管我的胡须。其实我一直没有搞太明白怎么样修剪自己的胡子，因为我只会要么就蓄一段时间，但是如果胡须太长了，我就只能够直接把它给剪掉而已。我不太懂要怎么样能够管理好自己的胡须哈。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艾森老师太稳了，视频是数字人吗？拜托啊大家，难道看不出来吗？我的视频其实有非常明显的剪辑的痕迹好吗？想要一口气一镜到底，要录那么长，说实话我目前的这个修为还达不到，只能够后期多努力一些，然后让大家看起来更顺畅一些。下面一个问题来谈一点严肃一点的，有朋友问到，当遇到大量负面评价的时候，你会考虑反击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也借这个机会跟大家交一个底。在频道早期，我会非常认真的阅读并且回复每一条评论，但是后来发现有一些评论真的是非常尖酸刻薄，充满了恶意，真的会毁掉你一天的好心情。如果因为跟这些人较真而耽误了正常的视频制作，甚至于如果因为心理受挫而导致断更，那就太得不偿失了。所以慢慢我也开始想清楚了，你需要保护好你自己的时间精力，你的心智跟你的这个心情。所以现在我会在有余力或者是有时间的时候才会去看评论，才会去回复。那并不是因为我真的开始端架子了，或者是心态不开放了，都不是，而是因为网络对线实在是一个比较低效率的沟通方式你也不可能够说服对方，而把有限的时间跟精力投入到后续的不断的视频创作当中，我觉得才是对于所有支持我的朋友们最负责任的做法。很多留言我看到了，但是没办法一一回复，不代表我没有认真的对待，那希望大家能够体谅。接下来是更加尖锐的问题，就是艾森，你那期逮捕奥巴马的视频预测翻车了，你怎么看？其实当时就有朋友非常好心的提醒我赶快删视频，避免被群殴被打脸。而事后呢，我也看到有朋友主动的为我找补，为我辩护，
我都看到了，非常感谢大家在维护我的面子哈。我想从以下几个层面来做回应。一直以来，我个人对于我自己的分析跟判断力都引以为傲。那如果大家去翻查一下推特或者是油管的记录，就会发现明确的判断失误很少见。逮捕奥巴马这个事儿，到目前为止我也还没有着急来下结论。你如果看回我当时的这个视频的话，就会发现我是明确排除了美国要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也明确排除了是军队大裁员这两种可能性，而唯一的指向是美国内部的问题。在当时时间跟信息都相当有限的情况底下，有能力马上帮你对焦正确的战略方向，我就试问一下这个判断力您服不服？打一个比方，就好像说我看到隔壁家有明显的迹象显示正在操办大事，我已经帮您明确排除了，第一，他不是为了生日，第二，不是为了离婚，或许是因为准备向女友求婚，好吧，结果呢，临门一脚他怂了，那这个我就没办法了，对不对？这个我就没辙了。所以我需要更多的时间，等到将来有更多深度的内幕报道出来以后再做结论。那到时候如果真的错了，您再嘲讽爱生不迟。我想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老王他作为百万大 V， 他有偶像包袱，我没有。恰恰相反，我其实希望主动打破自己的人设，就好像给一座水位过高的水库提前泄洪。我不想被自己过去的记录所束缚住。我个人非常着迷于研究在信息非常有限的这个战争迷雾中如何做出重大决策，这个是顶级领导者的必修课，也是理解重大历史时刻做决策的关键。举个例子啊，假设您是德国总理默克尔，当年在人道主义悲剧跟社会各界强烈的压力底下，你必须要做一个立刻马上的关键决策，这个时候你会开放德国边境吗？其实我想过每一期做一个视频来回顾并且深入的剖析一个历史上关键时刻的决策过程名字我都想好了，这个栏目可以叫做 Decision Point， 决策点。这个其实一直是我想要开设的一个新的栏目，如果大家有兴趣看的话，或许值得考虑一下。我其实并不追求我的预测或者我的判断100%的正确，而敢于下判断，错了就复盘，把这个失败当作是商业案例来研究，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宝贵的能够和大家共同学习共同成长的机会。那更何况这样一种翻车嘲笑爱生的经历也是属于大家的共同记忆，不是吗？那聊完我个人跟频道的故事以后，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用来观察跟分析这个非常复杂世界的部分思想工具箱。我看到常常有朋友在评论区夸我说既有文科的洞察又有理科的严谨，我非常感谢这样一份认同。但是坦白来说，我个人不会用文科或者理科这样一种二元对立的标签来框定自己。在我看来，真正的洞察恰恰来自于你主动打破这些学科的壁垒。把我这样一套思维工具系统性的分享给大家，就是想要去跨越文科理科这些边界来看这个世界。第一个工具我称之为认知脚手架，这个灵感是来自于一个非传统的比较前沿的大学，密列瓦大学。传统教育像什么呢？历史是一块砖，物理是一块砖，经济学又是一块砖。你在不同的学科学了很多非常零散的知识，但是你不知道怎么样去融会贯通，你不懂得怎么样把它组合成一座坚固的建筑。但是密列瓦大学他们反其道而行之，大一不教任何专业课，而是用整整1年的时间只教4门被称之为基石课程的课。那这4门课的目的就是为所有的学生搭建一个通用的横贯理科跟文科的认知脚手架。那这个脚手架是什么呢？它有2个部分组成。首先是思维的习惯，它教你如何正确的思考，比如说如何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如何评估一个论证的强度，如何识别逻辑的谬误，这个是道的层面。而另外一个基础概念
是给你一套跨学科的通用语言，比如说经济学里面的机会成本，物理学里面的熵增定律，生物学里面的进化论。那这些不同学科的概念看似呢属于不同的领域，但是底层逻辑其实可以迁移到几乎所有不同的方面，帮我们理解这个世界运转的基本规律。那只有当学生掌握了这样一套坚固的认知脚手架之后，才被允许你去自由的拾取各个学科的砖块，你自由的填充到这个框架里面去。所以我的视频制作很大程度上是在反复实践这个过程。比如说在分析台海冲突的这个风险的时候，我并没有着急直接去搬运去堆砌新闻或者是信息，而是先搭建了一个概率数的分析框架。那这个就是我用在这个视频的一个脚手架，然后我才把美国介入的意愿呢，大陆的战略决心呀，台湾的内部因素等等这些信息，也就是一块一块的砖头，慢慢的填充进去这个框架。那通过这样得出来的一个结论，就不是我个人的偏见或者是情绪化的宣泄，而是一个相对严谨的逻辑推演。在面对任何复杂问题的时候，先不要急着一头扎进去细节里面，把自己给淹没了。先问问自己，要分析这个问题，我们应该用什么脚手架，用什么样的理论框架来进行。而第二个工具是艾森个人独创有版权的，用来校准观察视角的模型，我称之为斜坡社会模型。那这个模型用来回答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就是艾森，为什么你的内容有时候看起来像大外宣或者小粉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个心路历程，也就是这个模型的缘起，它是怎么来的。我想要从我在推特上的一段经历说起有一段时间我没有怎么更新油管，我花了很多时间在玩推特。我这个人有个习惯，就是喜欢看各大英文的主流刊物，看完之后我觉得有价值的就会顺手翻译摘抄一下，然后发在推特上。我这个推特账号就是这么慢慢做起来的。那1年多以前，我发了一张图表，显示就是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中国的 GDP 其实早在2015年左右就已经超越了美国。这个在经济学界来说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公认的事实，但是没有曾想到，就因为这个竟然激起了推特上很多人对我群起而攻之，他们坚称购买力评价根本就不靠谱。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第一次深刻体会到墙外的中文互联网在某些议题上的风气是多么的不正常。就因为不愿意承认任何一点关于中国的哪怕一丝一毫正面的东西，他们甚至会否定一个被各大国际机构广泛使用的一个非常基础的经济学的概念。而在其后跟其他人辩论的过程当中，我用各种数据跟事实去论证了东升西降是一个客观趋势。结果呢，就因为这样，一顶大外宣的帽子就扣在了我的头顶上。而最让我感到荒诞的是什么呢？是我明明是直接翻译了某一篇大刊的文章，而且还配上了原文标题的中英文的截图，即便是这样也会被人追着骂是大外宣。拜托，这些文章都不是我写的，不是我的观点好吗？但很多人他连最基本的查证都懒得做，他就直接给你扣帽子，直接进行人身攻击。而且这个还引出了一个更加滑稽的指控，好吧，就算你只是翻译，只是搬运，那你也是在专门收集吹捧中国的资料。说你是大外宣，难道还冤枉你了吗？你只不过是一个更加高级的大外宣。拜托大哥，各家大刊他们关于中国的报道就那几篇，而且我也发了很多关于中国的负面新闻，但是他们就是视而不见。那这个事儿我觉得非得要你剖开自己的肚子，看看里面有几碗粉才行。所有这些荒诞的经历，它会迫使我冷静下来，去琢磨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你只是翻译了一下外刊的文章，为什么你尝试客观的报道中国也会看起来反而像是一个大外宣呢？就是为了回答这个为什么，我慢慢琢磨出了第二个思想工具，也就是接下来我要详细阐述的这个斜坡社会的模型。在这样一个剧烈变动、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时代，随时更新我们的认知
非常重要。但是往往我们忽略了被观察的这个对象本身，它不是静止不变的。那作为一个观察者，我们应该如何衡量这个世界呢？一个发展缓慢甚至于基本停滞的社会，它更像是一个水平面。就比如说一个水平的桌面，你站在桌子旁边，你用一把水平的尺子去测量，你就会发现桌子上的这个高点跟低点，换句话说，正面的跟负面的信息大致是平衡的。但是在一个东升西降的背景底下，一个正在快速追赶跟发展的社会，它是一个向上的斜坡。那如果我们用一把绝对水平的尺子去测量这个斜坡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呢？你会发现尺子它所触及的地方，绝大部分都在斜坡的上方，也就是代表着进步跟成就的区域，而斜坡的下方，那些代表着落后的区域跟存量问题的部分，你的尺子反倒很难触及到。这不是因为你站歪了，也不是因为尺子本身有问题，而是斜坡这个几何结构本身决定的。而且换一个角度，从新闻价值的角度来看，在一个曾经非常落后的社会，你还有很多地方不够先进不够好，这是一个持续了几十年的常识，它本身不具备任何新闻的价值。所以你看，即便是国外的大刊，很多时候他们也不会报道这些没有什么新意的比较落后的地方。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现在看到很多反贼，他们常常会说什么《纽约时报》或者《华尔街日报》又被中共收买了。哪些地方取得了惊人的突破，这些才是变化，才是增量，才是值得被人家报道的核心，这些也是更新大家认知的关键点。所以即便我主要是在推特上摘抄大刊的新闻，即便我这个油管频道的主要新闻来源是这些大的主流的刊物，也一样会被认为是大外宣。那作为一个地缘政治赛道关心中美竞争的 YouTuber， 中美实力此消彼长是客观事实。当你致力于为大家更新认知的时候，你最终呈现给大家的内容看起来必然是中国的正面信息显著多于负面的信息。这个不是一种立场的选择，而是一种对于客观事实跟规律的尊重。反过来看，如果一个大 V 他在审视一个公认的上升期的社会的时候，他的视野如果仍然只有铺天盖地的负面消息，那我们反倒需要思考，是不是他的那把尺子为了迎合某种预设的立场被人为的向下倾斜了。说直白一点，首先他站歪了，其次千篇一律重复类似的负面消息，只是在重复那些已知的存量问题，对于更新我们的认知毫无价值。所以斜坡模型这个事儿，它时刻在提醒我，在评价一个动态变化的系统的时候，我们要警惕，我们要避免用静态的孤立的视角去衡量它。而第三个工具也是艾森原创，是我认为最重要的工具，它可以用来理解人与人之间的认知鸿沟跟沟通的壁垒，我称之为认知维度论。但这个理论它不是凭空的创造，而是基于认知理论发展而来的。详细的论述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翻一翻我的推文，里面会提到具体的一些学术的概念。那这个工具能够完美的解释为什么网络上的很多争论最终都会变成没有意义的互相攻击。我时常会觉得人与人之间的这个认知的距离，它不光是知识量的多少，更是思考维度的不同。我用版权意识来做一个例子来解释给您听哈，但其实你如果把版权意识更换成民主自由，也同样是适用的。这个思考的维度它可以分成4个维度。那第一维世界是生活在这个世界的人，他是在沉睡，他完全没有任何版权的意识。那2维世界他知道了版权，并且自以为对比生活在1维世界的玩家来说自己很高级，但是在他2维的世界里面非黑即白，他觉得保护版权天经地义，谁要是敢质疑，谁就是想当小偷，谁就是坏人。但其实你认真研究一下就会发现，这些人他口口声声说着版权，但是自己的作为完全跟版权保护背道而驰。3维的世界能够看到世界的灰色的地带跟复杂性，
他慢慢意识到，版权保护的确重要，但现在很多大公司会利用版权的规则搞垄断来扼杀创新。那这个对于社会的整体的福利来说，好像也有问题。所以在三维的世界，他能够看到矛盾，他有他自己的困惑跟纠结。而四维的世界不再纠结于单一规则的对错，而是跳出来把整个社会的总体作为观察的对象。他会问，好吧，既然我们知道了保护版权跟创新这两个目标会产生矛盾，那么在今天这个 AI 技术爆炸、中美科技脱钩的大背景底下，到底应该怎么样重新设计版权的规则，才能够让整个社会的创新生态运转的效率最高、最健康呢？所以你看到了吗？这个就是思维处于不同维度的时候，对于同样一个版权问题的进行的深入程度的非常明显的区别。很多人之所以会觉得艾森的视频比较有深度，就是因为其他的 YouTuber 他们在一维或者是二维的世界，艾森在三维的世界非常认真的、系统的在讨论版权如何扼杀创新。但是一个身处二维世界的玩家，他看完我的视频，他收到的唯一的信息就是这个家伙他在攻击版权，于是谩骂、贴标签、扣帽子就成了他唯一的反应。正是因为这些不同思考维度的存在，就导致了认知的差距跟沟通的壁垒。所以你如果发现跟对方不在同一个维度的话，这种讨论不是观点之争，而是维度之争，所以继续下去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艾森想做的是通过视频进行探讨，帮助心态开放的观众实现思想的升维，去服务、去连接那些能够同频共振、一起思考的朋友，去激发大家的灵感，帮助我们找到通往四维世界的道路。当然，我要提醒一下，认知维度的升级，它不能够完全依靠读书啊、看视频啊，或者思考就可以实现。有时候你需要跨越物理世界的障碍。举一个例子啊，我曾经在推特做过一个思想的实验，有一个加拿大病人他去看医生，结果他却赫然发现医生在咨询 GPT。 那这个情景，国内的推友会因为语言障碍，或者是因为对于国外的分诊制度不熟悉，所以很多人没办法第一时间就能够看穿我这个思想实验的本质。其实啊，家庭医生是在用 AI 辅助他准备分诊材料，他并非是直接用 GPT 来看病来开药。所以通过这个案例是要告诉大家，你要理解某个大 V 的背景，才知道他的观点是否有洞见。好了，简单总结一下我的这个思想的工具箱，用认知脚手架来搭建分析问题的结构，用斜坡社会的模型来校准我们观察动态世界的视角，用认知的维度论来理解沟通的本质跟边界。这样一套工具其实并不复杂，但是我在信息的海洋世界当中保持清醒，能够持续输出内容的一个底层的依仗。在这个地方我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也希望这些东西对您的思考有所启发。那学会了这样一套工具箱之后，如何看待一些大家关心的宏大议题呢？我个人的政治光谱如果用传统的左右标签其实很难定义，因为我的经历比较特别。在中国大陆的成长跟工作让我对于它的运作模式有第一手的体验，而在西方多年的生活也让我对于民主自由的优势、困境跟局限有了切身的体会。这两种经历本身并非互相替代，而是视角的叠加。它能够让我既能够理解中国发展的内在逻辑，也能够明白西方社会的局限以及目前的困境。作为降临派，我其实也一直密切关注 AI 的发展跟技术起点，这些即将到来的更大的挑战。如果我们仅仅只是纠结于当下意识形态的争论，很有可能会让我们错失应对真正危机的时机。当中美这两个小屁孩还在沙滩上为了抢夺一个漂亮的贝壳打得你死我活的时候，海平面上一场3000英尺高的 AI 海啸已经在远方显现。我想中美竞争它是以30年、50年作为时间刻度来的，
但是技术的起点很有可能在20年以内就会降临，而一旦跨越起点，人类的社会将会被彻底颠覆。在超级人工智能面前，人类如何与其共存，这个才是更重要也真正致命的课题。所以由此带来下一个问题，就是我的目标是做一个什么样的频道？本次突破10万订阅其实为我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让我发现以前很多只能够仰视的 UP 主，现在我似乎可以跟他们平视了，这个感觉比较奇妙。短期的目标我依然是希望聚集更加多的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可以一同更新大家的认知，我们可以一同去探索这个世界。而长期的目标，我是希望跟大家一块儿为 AI 即将带来的巨大的变革、机会甚至混乱在认知上做好准备。那这个也一直是爱生这个频道的宗旨，不要停止探索这个世界，为多变的未来做好准备。那讲到这个地方，我相信大家对于我的理解已经会更进一步了。那最后一个问题，有一个朋友问到，我是你的老粉，你做第一期提到王局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关注了。我其实比较好奇的是，川普竞选的时候，你给人的感觉是川粉，那很多人是一日川粉、终身川粉，川必赢赢麻了。你是如何摆脱立场的束缚，更加中立的去分析问题的？那其实我相信每一个人他有自己的政治倾向，完全客观中立，说实话比较难，就算是主流的这些大媒体，他们也没有能够做到。但是我觉得个人的倾向跟专业的方法论是两回事，就好像你做商业分析，如果意识形态纠缠不清，立场先行的话，肯定会让你亏得血本无归。而爱生这个频道所追求的客观是一种工作方法，平时在推特上会随意一些，但是具体去到这个油管的视频，在分析具体案例的时候，我会切换到一个中立的思考帽。一般来说有两种情况，有些案例你可以完全用数据、用量化来分析，比如说评估台湾官选之旅的时候，各家 YouTuber 的这个专业表现，我会先设定好一个评估的框架，设定好 KPI， 然后用数据定义去收集数据，得出分数，让逻辑它自然而然的就能够推导出结论，并且尊重这个结果，而无论它是否符合我个人的偏好或者倾向都没问题。如果你觉得我这个结论有问题的话，你也可以去质疑我这个脚手架搭的也没问题，是不是本身脚手架就已经搭歪了，对不对？所以整个过程是非常透明的。而我们发现更多的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些新闻事件是没有办法纯粹用数据来衡量的，因为这个世界存在着大量的灰度的空间。那这个时候我只能够倡导一种全面的、平衡的、动态的看世界的方式。我比较喜欢用一个小切口、多维度、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视角，用动态的发展的观点去层层抽丝剥茧，努力去呈现那些看似矛盾但是又各自真实的不同的切面。从方法论上可以确保我们能够更加接近真相，比如说适用性或者是中复利这些系列。在这个地方我也要提醒大家，我是在提供一个新的观察维度，但未必能够完全跟全部的真相划等号。比如说香港地产霸权的视频，其实是在政治斗争的这个主流的叙事之外，另辟蹊径，给大家呈现了事情的另外一边。你要结合起来看，才是理解香港问题的全部真相。所以我其实正在积累的不仅仅只是油管的代表作系列，也是一种独特的多维叙事的油管内容的方法论。好了，以上就是庆祝10万订阅的 Q&A， 想和大家分享的所有内容，信息量真的是有点大感谢大家能够耐心听到最后，要特别多谢本频道的所有会员朋友。我知道目前会员专享的内容还需要加强，请多给我一些时间，也要感谢大家为爱发电。也有很多对我提供过无私帮助的朋友，我欠大家的啤酒或者是咖啡，等有机会线下见面的时候，我们好好叙叙旧，好好聊聊。未来的路还很长，爱生会好好珍惜每一位支持我的朋友，希望大家继续秉持着不要停止探索这个世界，为多变的未来做好准备的信念，共同前行。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视频再见，谢谢。